美芳，这泥水怎么回事？下水道堵了？结工前了，水没事儿，雨多积的。你快进屋，我给你下面条。这不是下水道的问题，水是彪哥家里排过来的。老强看着不对劲，我得过去问个明白。算了吧，就一点泥水我能扫过来。咱们在外头卖苦力不容易，回村图个清静，你别惹事儿啊。咱们是不惹事儿，但也不能装瞎让人欺负。我卖苦力就是为保这个家干净，这水不对，我就得去问清楚。彪哥，你家这院墙怎么冲销了？这排水管怎么直冲着我家里排？哟，光天大兄弟从城里回来了。哥哥这老墙不结实，怕塌了砸着嫂子。哥哥花了好几千块钱翻新这面墙。俗话说水往低处流，我家地势降高了，这黄泥水不流你院子里流哪儿去？村里老规矩，滴水不出街，以前水都往胡同排，你现在把院子垫高，管子直接怼到我家排泥水，这不合规矩。这是我自己的宅基地，老子想往哪儿排就往哪儿排。赚大钱的老爷们儿为几盆泥水计较，心眼太小了吧？排水可以慢慢谈，但这新墙不对，老墙离香椿树至少1.2米，你这墙目测不到半米。彪哥，你这墙往我家移了。孙广田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我该想顺着老地基拉的线，你自己家院子多大记不清了，回头就想给我钱啊？彪哥消消气，他干活累了眼花。广田，别说了，进屋。彪哥，我不聪明，但我没瞎。我爷爷在这里埋过一块青石界碑，只要挖出界碑，拿卷尺一量，是谁的地一清二楚。什么破界碑，早被野狗刨了。墙我已经盖好了，红砖就在这儿摆着，地就是我的，有本事你拆了它。我不惹事儿，因为怕美芳跟着担惊受怕。但这地基是我孙家的根，我退让一次，他就会有第二次。故意把界碑砸得粉碎，连个囫囵块都不留。马金彪这是铁了心要吞我家的宅基地，断我孙家的根。马金彪，你真以为老实人就好欺负，活该吃哑巴亏？你既然敢吞我的地，这面墙我还真就拆定了。广田，界碑碎成这样了，彪哥不认账，咱们根本说不清啊。算了吧，这几十公分地咱家也够用了。美芳，界碑是他砸碎的，他以为砸了石头就能抹掉村里的规矩，这不仅仅是半米地的事，这是欺负咱们家没人敢硬挺。孙广田，你个怂包泥瓦匠，老子就占你的地了，你除了干正眼还能咋的？有种你来咬我呀！我不跟他吵，也不跟他动手，咱们是讲理的庄稼人，绝不跟无赖耍泼。明天一早，我就带着土地确认证去找王书记。他不认这块石头，但他得认国家的红本本。广田，先吃口热乎的吧。这本子都多少年了，现在的村干部还认这个老理儿吗？要是王书记嫌麻烦，不管这摊子烂事儿，彪哥两口子以后还指不定怎么挤兑咱们呢。美芳，你把心放肚子里。咱们村的王书记是老党员，他办事从来不和稀泥，只认法理和证据。只要咱们手里握着理，天王老子来占地，咱们也不用怕。王书记，大清早打扰您了，这是我家98年窃权的土地证，您看看这图谱，我家院子东西宽15米。马金彪趁我出去打工，把老墙拆了，新起砖墙。我拿尺子量了，我家院子只剩14米半了。他往我家硬占了50公分，还把排水管直通我家。我不想因为这半米地在村里闹事儿，想请组织出面定清楚边界线，让他把多占的地吐出来。光田，你反映的这问题绝不是邻里之间的小摩擦，这是涉及到农村宅基地产权的原则问题。宅基地确权是国家大政策，边界线就是法律的红线，绝对不允许任何人趁机侵占，胡作非为。王书记，我是个粗人，但我懂法。我今天来就是相信咱们村委能主持公道。广田，你做得对，遇到纠纷不动私刑，找村委会讲法理。你是个有觉悟的好同志，这件事儿我管定了。
走，我现在就跟你去现场。我倒要看看他马金芳是不是觉得村里的干部都是摆设。今天这碗水，我必须端平。马金彪，你给我出来！哟，王书记今天怎么有空视察来了？少套近乎！广才家正上是15米，量出来只有14米半。你这墙实实在在占了50公分。赶紧拆墙退位，把排水管给我堵死！没天理了！村干部偏袒有钱人了，那老账都是烂账，做不得数啊！王书记不能偏心啊！这软皮尺拉紧拉松差个半米，还不是轻飘飘的事儿。我不认这破皮尺。彪哥，你昨天说只要找到我爷爷们的界碑你就认，界碑呢？你找出来看看啊！没有界碑，这墙谁也别想动，动一块砖我就躺你家门口。马金彪，你揣着明白装糊涂，你信不信我直接报给镇土改所？哈哈哈哈哈！报给谁我也不怕，没有铁证，光凭一把破软尺我不服。广天，我就说找了书记也没用，马金彪就是一块滚刀肉，咱们要不就算了吧，为这半米地天天跟他置气不值当啊！美芳，我刚才没跟书记多说，是因为咱们村里没专业设备，他觉得砸了界碑就能吃定我了。他不是要确凿铁证吗？他不是说软尺不准吗？行，我今天下午就去县城。去县城干什么？去请县国土局下属的专业测绘公司，用卫星定位一寸一寸给他量出来。我要让他知道，老实人的底线不是他能随便踩的。这位大哥，农村几十公分的纠纷一般找村里调解，请我们出外空用高精度卫星定位，费用抵得上你半个月工资了。同志，我干粗活赚的辛苦钱，但这钱我花的心甘情愿。有人砸了我的界碑，想霸占我的家，我用拳头打他犯法，但我买一项科学测绘，买一份法律率立的报告，我就能堂堂正正把地要回来。这买的是一个老实人的尊严和公道。大哥，你做的对。法律只看证据，你把字签了。明天上午10点，我们带最先进的卫星设备去给你定界，误差绝对不超过3毫米。我跟你们说，孙广天那小子就是个纸老虎。昨天王书记来现场又能咋样？我说尺子不准，谁能拿我怎么着？对付这种常年在外的老实人，你就得比他横，他保准连个屁都不敢放。哟，这是干啥的？看着好正式，还带着精密仪器呢。泥瓦匠疯了吧？还真把县里的人请来了，这得花多少钱？嘿嘿，高天兄弟，请县里人来的花不少钱吧？咱们弄这么大阵仗，怪伤和气的。彪哥，你昨天不是当着书记说皮尺量的不准，非得找界碑吗？我找不到界碑，但我把天上的卫星请来了。今天咱们就用高科技仪器量个清清楚楚。经过高精度定位比对，原宅基地边界线在此。彪哥，铁证如山，这红线清楚表明你足足侵占了我家60公分地。这红线以内是我孙家底线，现在你拆不拆？测绘又咋样？墙是我花钱盖的，我看谁敢动。好，既然讲不通，咱们就按规矩办。老黄哥，顺着那条红线过界的部分全平了。来呀！你有种就让铲斗砸下来！我媳妇有个3长2短，你赔不起！广天别挖了，万一伤到人，咱这个家就彻底毁了呀！别怕，咱不认栽，但也绝不犯法。哼，这墙今天必须拆。喂，110吗？我是小黄坎村孙广田，有人恶意侵占我家宅基地，国土局已出台红线图，现在对方以身体阻挠清理、寻衅滋事，请马上派人处理。刚才谁报的警？
这里发生什么纠纷了？赵所长，是我报的警，这是土地使用证和刚出的红线图。马家越界60公分，我准备清理过界部分，他们躺在墙根阻挠。警察同志，孙广田开挖掘机要杀我们全家呀！他仗着有钱欺负老实人。站起来说话！有没有开机器杀人？我们长了眼睛会看，现场有群众作证。所长，您抽烟，那证都是老黄历了。我们盖墙为两家安全，广田非要动铲车，万一伤到人就麻烦了。特绘局盖公章的图纸在这儿，白纸黑字，红线具有绝对法律效力。你这墙就是侵占合法财产。大家都是邻居，差半米算多大事儿？他孙广田也不能一点人情味儿都不讲吧？昨天我拿皮尺量出来，你耍无赖。现在人家花钱请仪器，你又开始讲人情，国家法律就不是规矩了。那他开挖掘机吓唬我们怎么算？孙广田发现你们阻挠后，第一时间停机报警，这是理智合法的维权行为。这块地确权给了孙广田，他就有权清理非法复制物。你现在是涉嫌阻碍他人行使合法物权。如果你们继续纠缠，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，我们有权对你们采取强制传唤，甚至是行政拘留。别拘留，我们不懂法，这就走。小黄，快起来！孙广田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你有权拆除过界部分，派出所和村委会给你见证。谢谢王书记和赵所长，老实人不求别的，就求个公道和法理。老黄哥，顺着红线把墙推了。美方看好了，这是咱们的家，只要咱们站得直，谁也拿不走。院子里的黄泥水终于停了，咱们孙家的宅基地边界也算清清白白了。这几天憋屈死我了。广田，咱们家总算是保住了。今天晚上咱们一家人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。孙广田，你个王八蛋，够绝！带着警察来压老子！姓孙的，这事绝对没完。咱们骑驴看唱板，走着瞧，我定要你好看！砖钱加上水泥钱大几千块啊！就这么被他一铲子扬成灰了。咱们两口子在全村人面前丢了这么大的人，以后还怎么在村里抬起头啊？你平时不是吹牛说没人敢惹咱们吗？你懂个屁！人家手里有卫星测的红线，还有派出所所长盯着，我上去不是找着被拘留吗？那这口气就这么咽下去了？我可咽不下这口恶气。咽下去做梦。可孙广田不是讲法吗？他院子那块地是他的，可他家门前那条出村的小土路，有1多半是从咱家老宅前面绕过去的，那可是村里的公路。当家的，你的意思是？警察管得了院墙，管得了我在村里土路上堆放农家肥吗？他明天早上不是要骑3轮车送孩子上学吗？我让他连这大门都出不去，我不打他也别骂我，我恶心死他。广田，刚下过雨，土路滑，你骑车送孩子千万慢点。放心吧，墙的事彻底解决了，我心里一块大石头落地了。来，小宝上车，爸爸送你去镇上读书。马金彪，你真是死性不改，净玩这些下三滥的招数。哟，广田兄弟早起送孩子啊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这堆点农家费，你受累绕道吧。
哎呀，广田兄弟真不巧啊，这地里庄稼不等人，家里要翻地堆了点肥，味道是大点。你是城里干大事的，总不能不让老哥哥种地。路滑不好走，你受累，带孩子从村头烂泥沟绕2步吧。马金彪就是想激怒我动手，只要我先打了人，有理就变成互殴了，我绝不能中计。彪哥，路是大家的，你这肥料堆的可真是实。小宝，前面大伯家堆了东西，车过不去。明天爸爸背你走村东头小路去上学，好不好？就当咱们爷俩锻炼身体了。爸爸，我不怕累。小宝抓紧爸爸，你看这沟里，等夏天雨水多了，爸爸带你来捉泥鳅。爸爸，你累不累？我下来自己吧，我不怕脏。爸爸不累，只要有爸爸在，再难走的烂泥坑，咱们都能趟过去。这点泥泞算什么？只要能让儿子安稳念书，护住这个家，我受再多苦也心甘情愿。摊上这种不要脸的恶霸，真是倒了血霉。广田，快擦汗！大妈早起都看见了，马金彪缺了大德了。大妈家后院有个小偏门，明天开始，你带老婆孩子从大妈家穿过去，千万别走烂泥沟了。钱大妈，谢谢你。但这是我跟他的私人恩怨，不能连累您跟着受烟撒气。您放心，这事儿我绝对不会咽回肚子里，我会按国家规矩解决到底。这个马金彪无法无天，他就是故意钻政策空子，耍无赖，恶心人。王书记，我连夜咨询过朋友，这出村的路是村里公共道路，他打着存放农用肥料旗号，派出所来了，最多口头调解，根本没法强制清理。广田，你冷静没冲动是对的。这种乱堆放污染环境行为，归镇上综合行政执法办管。我作为村支书，现在就给镇执法办打书面报告。王书记，光有报告肯定不行，马金彪到时候肯定会咬死说那是发酵农家肥，我必须亲自去收集铁证，我要证明他根本不是为了种地，纯粹是恶意堵路和污染环境。好，你去留存关键证据，只要证据确凿，镇里绝不纵容这种破坏村容村貌的恶劣行为。广田，这镇上买的小黑盒子真能管用吗？它要是咬死，那就是农家肥，咱们也拿它没辙呀。美芳，对付这种不讲理的无赖，咱们的嘴巴说不清，但这机器的眼睛能看清。狐狸只要动了歪心思，总会露出尾巴。咱们这就叫铁证如山。当家的大半夜把垃圾和碎玻璃往这上面倒，万一被人看见不好吧？你懂个屁！那小子今天早上不是当缩头乌龟了吗？我倒要看看他能忍到什么时候。这发酵的不够臭，我再给他加点猛料。里面专门混了生锈铁钉。我看他以后还怎么骑他那个破3轮车出门。孙广天，你不是有理吗？你继续报警啊！这村里的路我看你怎么走。这发酵的不够臭，我再给他加点猛料。广田，他们两口子太狠毒了，这哪里是放肥料，这分明就是想扎破咱的车带。万一这铁钉子扎到小宝的脚该怎么办？咱们这日子怎么过呀？美芳别哭，他现在跳得有多高，待会儿摔的就有多惨。只要证据确凿，我就能要他的命。如果他堆纯肥料，我还真拿他没办法。但他往区级公共道路恶意倾倒生活垃圾，甚至投放危险废弃物，这性质就彻底变了。广田，你现在要去哪儿？去镇上，去接行政执法办的同志。今天咱们门前这条路得堂堂正正清理干净。孙广田个怂包，昨天被我用粪堆死死拿捏了，连个屁都不敢放。我看他以后怎么在村里跟我斗，他完全不够格。哎呀，领导们怎么大驾光临了？快来家里坐着喝口热茶，这太阳毒别晒坏了。马金彪，这段村级公共道路是谁允许你随意堆放这些污染物的？你知不知道这已经严重违反了村庄规划管理条例，属于违法占道行为？领导，您真的是误会我了，我是个本分种地的老农民，全靠天吃饭。这马上就要秋播了，这都是我辛辛苦苦沤的农家肥啊，我就临时放在这里晾晒2天，等水分干了就立刻拉到地里去。我可没干伤天害理的违法事儿。孙广田他有意见，我理解，但他也不能不让咱们老农民种庄稼活命吧？孙广田同志，关于对方咬死说是农用肥料的说法，你有什么关键证据要补充的吗？
彪哥，你口口声声说这是正规农家肥，那我今天就当着领导的面问你一句，谁家的农家肥里面还要故意掺进去危险的碎玻璃和生锈的铁钉？你纯粹是血口喷人，哪来的碎玻璃？那就是纯纯的自家猪粪。孙广田，你别仗着有钱就在镇领导面前肆意胡编乱造，诬陷好人。领导和各位乡亲看好了，这段视频是我家监控昨晚深夜拍下的铁证。这猪粪发酵的不够臭，我再给它加点猛料，里面专门混了碎玻璃和生锈铁钉。我看他以后还怎么骑他那个破三轮车。好啊，马金兵，你这心也太黑透了！往大路上扔碎玻璃碴子，这要是扎着咱们村里的孩子该怎么办？马金包，你简直胆大包天！你这种行为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乱堆太放，你这是恶意倾倒生活垃圾，并伴有破坏公共交通安全的严重违法动机。立刻给我开具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。马金兵，我现在依法对你下达最后通知：第一，你将面临整整2000元的行政罚款；第二，限你24小时之内将这里的无物彻底清理干净，恢复区级道路原貌。如果明天这个时候这条路还没通，镇执法办将直接调动清运铲车强制执行，产生的所有高昂清运费用全部由你个人承担。罚款！老子1分钱都没有！我看你们明天谁敢开铲车来清！孙广田，你看什么破手表？你等的人呢？这叫邻里纠纷，他们最多口头吓唬吓唬我，还能真把我抓进去蹲大牢不成？广田，他们连脸都不要了。24小时到了，镇上的干部真的会来清理吗？美芳，别急，法律从来不是儿戏，镇上开出的通知书更不是废纸。他不给自己留后路，今天法律会教他怎么做人。马金彪，限期整改通知你拒不执行，还躺在障碍物上阻挠执法，性质恶劣。你们要是敢推这堆肥料，我就撞死在铲车上！裁缝，快拿农药瓶！谁敢过来？谁往前走一步，我就喝农药死在你们面前！周喜兰，少在这里装疯卖傻！这塑料瓶连个农药味都没有。你们听清楚，从现在起，这儿已经不是普通纠纷，而是依法强制执行现场。马金彪，你的行为已经涉嫌阻碍依法执行职务，现在立刻滚下来，否则我们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，带回派出所拘留。彪哥，赵所长手里的手铐是管你阻碍执法，但我刚听郑主任说了，出动装载机和渣土车的机器费用，按国家强制执行标准，一天就是3000块钱，再加上乱倒垃圾的2000块罚款，这5000块钱强制费1分都少不了你。你如果再因为阻碍执法被行政拘留，镇上摊位的营业执照也会停办检查。你好好算算，这笔账到底值不值？我这就自己拿帖子清。广田兄弟，你帮我求求情啊！我真没钱交5000块。晚了，国家执法不是儿戏，把他给我铐起来，铲车立刻进场清运。赵所长，我真的知错了，您能不能别抓我呀？我进去我家就全完了呀！早干什么去了？多次警告拒不整改，现在想起来求饶，晚了。把他押上警车。装载机师傅立刻进场，依法清运全部障碍物。周喜兰，你自己过来看，谁家种地会拿扎满铁钉的木板当肥料？你们这心思歹毒到极点了！
广田，马金彪被拘留7天，这下家里总算能清静几天了。杀千刀的孙广天把我男人坑局子里，老娘跟你们没完！你们给我等着，等我儿子回来，绝饶不了你们一家子！路总算通了，这顿饭吃得真痛快，你多吃点儿。这2天跑上跑下，累坏了。累点不怕，只要门前的路干净了，咱们一家人的日子就能踏踏实实过下去。爸爸，明天你还能骑车送我上学吗？咱们是不是不用再绕路，也不用走那个烂泥沟了？当然能，路通了，以后爸爸天天骑车走大路送你。太好了，以后我的鞋子再也不会沾一脚泥了。先把饭吃完，明天早点起床，可别赖床。小强啊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咱们家天塌了！号什么丧？我爹呢？怎么家里搞得跟废品站一样？你爹被警察抓走了，就是隔壁那个姓孙的泥瓦匠害的。什么？我爹进去了？孙广田那个黑心肝的，找来警察抓你爹，还要罚咱们家几千块钱，你娘我都差点被他们逼着喝农药啊！孙广田，一个臭打工的泥瓦匠，也敢骑到我马家人脖子上拉屎。儿子，一定得替你爹出这口气，绝不能让他们家看咱们笑话。喂，强子，带几个兄弟来趟小黄坎村。对，带上家伙事。有个不长眼的底层泥腿子欺负到我头上了，今天我非得扒他一层皮。孙广田这小子常年干泥瓦匠，身板硬，硬碰硬咱们容易吃亏。对付他这种底层的泥腿子，就得玩阴的，让他防不胜防。强哥，大半夜的，咱们这招能行吗？他不是天天骑那破3轮车送小崽子去镇上读书吗？这5寸长的锈钉子，连大卡车的轮胎都能扎穿。我看他明天早上怎么送。广田，今天早上雾太大了，你骑车千万慢点看路。放心吧，现在门口的路宽敞了，比以前好走得多。爸爸，你骑快点，雾这么大，我怕上学迟到了。好嘞，爸爸今天稍微骑快点，小宝坐稳了。小宝，抓紧车厢！小宝别怕，站着别动。小宝，别怕啊！广田，这明显是蓄意报复。你最近得罪谁了？赵所长，除了隔壁马家，我在村里没有仇人。我派人去现场勘察了，但你们家门口那段路是个死角，完全没有监控覆盖。没有监控，钉子上也没有指纹，没有确凿证据，我们不能随便抓人。赵所长，那就让他们这么欺负人，咱们以后还怎么出门啊？美芳，别为难赵所长，警察办案得讲证据，这是规矩。赵所长，我明白，证据不够不能定罪，这件事我会想办法补残证据。强哥，打听清楚了，孙广田那老小伙的腿被钉子扎破了，他儿子也挂了彩，刚才去镇上卫生所包扎的。跟我斗？他前2天带着警察抓我爸的时候不是很嚣张吗？现在怎么全了？
但是强哥，他刚才报警了，赵所长带着人去公路上查了半天，会不会查到咱们头上？我就是要让他全家在村里天天提心吊胆过日子，我让他知道惹了我们马家是什么下场。小强，外面情况咋样？你先别急着动手。孙广这小子心眼多，不好对付，等老子出去再说。知道了吧？你就在里面老实待着吧。等你出来，我早把他们一家整废了。哥几个，孙广前家后边那片玉米熟了吧？熟透了，这2天正准备收呢。棒子长得又大又沉。今晚带上镰刀和木棍去给他那片地松松土。天杀的呀！这可是咱们马上要收的口粮，整整半年的心血呀！怎么被糟蹋成这样了？这帮畜生是想把咱们家往死里逼啊！我这日子没法过了。这事肯定是马金兵的儿子干的。马金兵进去了，他儿子就来祸害咱们，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。昨晚手机里没收到报警提示，监控画面全是黑的。监控坏了，那这地不是白被糟蹋了？他连监控都算计进去了。探头没坏，是被信号干扰器屏蔽了。马小强比他爹硬。广田，你腿上的伤口还没长好，一用力就往外渗血，你今天哪里也不许去。我必须要去趟县城电子市场，买一个他们搞不掉的设备。粮食毁了可以再种，但作恶的人必须受惩罚。大哥买监控啊！我这全是新款高清无线探头，不用扯线，连上网络，手机随时随地看，方便的很。老板，我要带实体供电线，直接插硬盘助力器的那种。广田，你腿上还有伤，这一整天都在外头爬上爬下，快歇会儿吧。今天必须布完，3个方向死角全覆盖，全部走实体线。这回他们用什么设备都屏蔽不了。哟，这不是咱村的大忙人吗？怎么腿瘸了干不了活，只能在家扫地了？怎么着？看我不顺眼，我就往你家门口吐。你敢动我一根手指头试试？路是公家的，你爱吐哪吐。我还以为你报警抓我爸的时候多硬气，原来是个缩头乌龟。你给我听好，咱们2家的事儿没完，以后在村里走路长点眼，别哪天另一条腿也折了。小强，你今天去探那泥瓦匠的底没有？你爸还在拘留所里受罪，咱们不能轻易放过他。妈，你就是高看他了。我刚才当着他的面往他脚底下吐口水，他连个屁都没敢放。他真没敢吱声。前2天他找书记找警察的，可不是这个怂样。找警察有啥用？咱们把监控屏蔽了，他找不到证据。现在腿瘸了，心气也给磨平了。这泥瓦匠就是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，稍微吓唬2天就怂了。那就好，这泥腿子不知天高地厚，敢把金彪送进去，就要让他吃点教训。妈，你放心，踩烂他几亩玉米只是开胃菜，明天晚上我让他知道惹咱们马家的下场。广田，他竟然往咱们喝水的水井里倒农药，这要是小宝喝了可咋办？这摄像头已经确认是马小强带头作恶，还确认他明知是迷小剂还要投毒，这是主观故意。广田，咱们赶紧报警吧，这可是投毒啊！美芳，别慌，
去拿个干净的空瓶子，去井里打一瓶水封好，再去草丛里把那个药瓶找出来。上一次他砸界标，我没抓到现行，这一次人证物证全在，我要让他彻底吃不了兜着走。广田，这井水确实被污染了，这是典型的百草亏类除孢剂残留反应。刘技术员，喝了这水到底会有多严重？这井口大，水位深，半瓶药倒进去，被水大量稀释，浓度不算高，偶尔喝一次不会马上有力，但这药有极强的毒性残留。如果你们不知情，天天用这水烧饭解渴，这叫慢性中毒，时间一长内脏全坏，大罗神仙都救不回来。这帮畜生，这哪里是使坏，这是要我们一家3口的命啊！拿着，报告单我开好了。广田，这事性质太恶劣，你立刻带着单子去派出所报案抓人。无法无天，简直是无法无天！哼，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投毒！老张，马上集合3个人，跟我去小黄坎村抓捕马小强。这次他插翅难逃。老组长，稍等一下。广田，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全家连命都差点搭上，哼，还不赶紧把人抓回来拘了？所长，马小强选在这个节骨眼上报复投毒，背后可能有马金彪的授意。抓一个马小强，伤不到马家的根基。我要的不仅仅是抓贼，我要把马金彪这个毒瘤一并收拾，绝不给他死灰复燃的机会。爸，你可算出来了，在里面受苦了吧？爸，我昨天半夜摸进孙广仁家菜地，把他水井里倒了半瓶除草剂。糊涂！你干事怎么这么莽撞？哼，服毒那是重罪。孙广田报了警，警察一查就能查到你头上。爸，你别急啊，我办事能不留后手吗？孙广田不是装了监控吗？我花钱从网上买了信号干扰器，他家那破监控啥也拍不到。没拍到，那就好办了。孙广田就算猜到是我们干的，他也拿不出证据，只能吃这个哑巴亏。光投毒还不够，孙广田不是仗着有村支书撑腰，逼着老子退了墙吗？墙虽然退了，但他家那条路，老子照样能给他堵死。爸，猪粪不管用了，咱用啥堵？他家大门外是土路，明天半夜咱们带上铁锹，在他家门口挖一条2米深的深沟，我看他孙广山的3轮车怎么开出来，怎么去城里干活。真是死不悔改，一放出来就继续密谋作案。广田，你放心，明天我绝对不会让他们这么干。都加把劲儿，挖深点，别让一滴水漫出来。中午老子请你们喝酒。彪哥，这沟挖的也太深了，广田哥家里人连门都出不去啊！你拿钱干活废什么话？让你挖你就挖。哼，出不去的可以长翅膀飞出去。天哪，这怎么挖这么深个坑？这让人怎么过路啊？孙叔早啊！你看这沟挖的规整不？这可是我起大早带人干的。哟，广田大兄弟又拍照留念呢，随便拍，要把哥哥我拍帅点。最近雨水多，哥哥我心善，自费给咱们这儿修条排水渠，这可是造福乡亲的好事儿。你发网上让大伙都看看。彪哥，你把沟挖在正当门，广田的3轮车怎么开出去啊？孩子还要上学呢。哎呀，嫂子，这我可管不着，修水渠总得占点道嘛，你们克服克服。孙叔，实在不行你买个直升机开出去呗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要不你给咱们磕个头，我给你搭块板子。修水渠是好事儿，希望彪哥别后悔。
装什么大尾巴狼？继续挖，老子今天就让他插翅难飞！金彪，谁允许你在公共道路上私自施工挖坑的？赵所长，您误会了，这不是什么公共道路，这是我家门口的地，我想在这儿修个水渠排排水。你家门口的地，你家院墙外头全是你家的，你当地里是你画的？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这是村里出具的村道权属证明，这条土路属于集体土地，是全体村民通行的村道。赵所长，就算这地是集体的，我也是村里人，我修水库也是为了大家好，没犯法吧？你在邻居大门正前方挖2米深的沟，这叫修水渠，你这叫故意堵塞交通，寻衅滋事。马金斌，根据法律规定，你这种行为属于破坏交通设施。我现在命令你，立刻把这条沟给我推填平整。这挖了一早上了，回填多费劲儿啊！能不能明天再说？不回填是吧？行，那就以破坏交通设施罪论处。来人，把他给我带回所里。别抓我，我填，我马上填，千万别抓我！彪哥，多挖点儿，我看你这体力挺好，回填起来应该也不费劲，慢慢填，别累坏了。气死我了！那个姓赵的警察明显就是偏袒孙广田，凭啥咱们在自家地头挖坑还要被抓？就是，这派出所是他家开的，咱们就这么咽下这口恶气，明天我就去镇上告那个警察。都给我闭嘴！瞎嚷嚷什么？现在警察盯着咱们，硬碰硬那是找死！爸，那这事就算了，咱们脸往哪儿放？对付这种人，得换个思路。他孙广田不是仗着自己有手艺，天天骑3轮去镇上赚大钱吗？我打听过了，他最近在镇东头一家新房包了墙面活，咱们去把他的活搅黄，我看他没钱拿还怎么硬气。这主意好，把他名声搞臭，以后镇上谁还敢找他干活？爸，就是这儿。白天我路过看了，这面墙就是孙广田刚砌完的。立的倒是挺规整，给我往死里泼！干活不能白干，这2袋水泥拿回家正好补足去。撤！孙广田，我包工带料交给你，你嫌工价低就直说，背地里给我新房泼血一样的红漆，你存心触我眉头是不是？张老板，我昨天走的时候把门锁好了，门是被撬棍强行弄开的，这不是熟人干的。少给我扯淡！警察刚才都说了，现场没有外人的指纹，你监守自盗偷走2袋水泥，还泼漆销毁现场。张老板，你先冷静，没有确凿证据不能定罪。不过孙师傅，你是第一责任人，这事儿你脱不开关系。今天这事儿没完，3000块钱的尾款你1分都别想拿，你赶紧给我滚蛋，我另外找人干。张老板，这漆不是普通的调和漆，是农用机械上专门用的防锈底漆。这车轮印子一边深一边浅，是拉重物压出来。我只有一辆电3轮，压不出这种柴油3轮的印子。老板，工钱你可以先扣着，墙我今天免费给你重新粉刷翻新，最多2天。我肯定把偷你水泥泼你油漆的贼揪到你面前，连本带利让他给你赔偿。马金彪，
你看清楚了，这辆深夜拉着水泥的柴油3轮车，车牌号登记在你的名下。这车是我的没错，但我那车平时就停在村口的大槐树底下，钥匙经常没拔，指不定哪个手脚不干净的开走了呢。你少装蒜！大半夜不睡觉，去新房工地泼红漆、偷水泥，除了你，还有谁跟孙广田有仇？赵所长，办案讲证据，照片上这俩人戴着头套，你凭啥说是我和我儿子？我还说是孙广田自己开了我的车，贼喊捉贼呢。马金彪，工地现场的车轮印和农用防锈红漆我都核对过，你车厢里现在肯定还有红漆印。我平时拉农机设备，车上有几块红漆，怎么了？你把水泥从我家搜出来才算数啊！所长，去他家看过了，没找到丢失的水泥，车厢也被水冲洗过，提取不到有效痕迹。孙广田，目前只有车牌，没有直接拍到人脸，也没有找到赃物，确实证据不足，不能抓人。哈哈哈哈哈！孙广田，听见没？警察同志讲证据，你拿不出证据就别在这儿乱咬人。马金彪，你们别太嚣张，我给你们口头警告，这事儿没完，我会派人继续追查。查随便查，我们可是守法好村民。走，儿子，回家。老板，我要看这个微型隐蔽式执法记录仪。大哥，你眼光真毒，这是警用级别的，纽扣伪装设计，带高清夜视和超强拾音，续航1整天，2000块，概不还价。我要了，现在就装，教我怎么用。现在就开始录了，声音、画面全都有，直接存在内置卡里，谁凑近了看也绝对发现不了。按住他，别让他乱动！让你告老子，打死你个臭打工的！广田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脸上怎么全是血？谁干的？北方，别哭，没事儿，一点皮外伤。去把我的旧电脑和读卡器拿来。都这时候了，还拿电脑干啥？我先去给你拿药箱处理伤口啊，流了这么多血。药不急，证据最重要。他们打我的时候，这东西全程都拍下来了，先把视频保存好，绝对不能丢。马金彪和马小强，他们不是喜欢讲证据吗？那我就用法律让他们父子俩一起进去蹲大牢。赵所长，这是县医院的验伤报告，U 盘里是我胸前记录仪拍的视频。孙广田，他们动手时套了麻袋，没留下画面。你确定录下声音了？您打开听听就知道了。让你告老子，打死你个臭打工的！这是马小强的声音。马上调取案发时间段南头玉米地那条土路两端的全部民用监控。学长，你看，昨天傍晚6点10分，一辆跨骑摩托车从土路北头开出来，这辆红色铃木摩托车就是马小强的车。立刻带人去村里，依法传唤马金兵和马小强。赵所长，我昨天一直在家睡觉，你们凭啥抓我？孙广天被人揍了，那是他平时得罪人太多，活该。马小强，你老实交代，昨天傍晚6点你在哪里？你不是说了吗？在家睡觉，我连院门都没出过。不见棺材不掉泪，
让你告老子，打死你个臭打工的！这谁的声音？你们随便找个人赔一想冤枉我，我不认！不仅有声音，我们还调取了土路附近的监控，案发时你的摩托车就在现场。那条路谁都能走，声音长得像的人多了去了。你们光凭一句话就想定我的罪，没门！我就没打他，有种拿出证据证明我到了打人现场。马小强，你太小看公安机关的刑侦手段了。既然你不开口，那我们就自己去找证据。我们依法对本案相关场所进行搜查，请配合执法。干啥？你们把我儿子抓走还不够，现在又要私闯民宅呀！周喜兰，这是合法搜查证，请你配合执法，立刻退后。警察欺负老百姓了，我难受的不行了。姓赵的，你今天要是搜不出东西，我明天就去告你。进去搜。报告所长，在嫌疑人床底下发现一双可疑的运动鞋。这就是一双破鞋，我儿子夏天干活穿的，你们拿这个干啥？马金斌、周喜兰、孙广田遇袭的那条土路，路面上全是这种黄土。这双鞋底的泥土和案发现场的土质一模一样，只要送去化验室做成分对比，这就是实打实的铁证。这个蠢货干完事连鞋都不知道换。马金兵，你儿子这次跑不掉了。化验结果出来了，鞋底的泥土成分和案发土路完全一致，还有你的录音，你还要抵赖？一个人，那现场另一个戴头套的是鬼吗？那就是个镇上随便找的混混，拿了钱就跑了。我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，反正我爸不知情。我认，人是我打的。马金彪参与没有？这事儿是不是他指使的？没有，跟我爸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是我看不惯孙广田一个人干的。所长查到了，马金彪的通讯记录有重大发现。案发当天傍晚5点半到6点，马金斌给马小强连打了3个电话。案发时间刚好是6点10分，时间点高度吻合。虽然通话内容没有录音，但在案发前这么密集的通话，绝对不是巧合。把这份通讯记录和马小强的供词钉在一起，马上向局里申请对马金崩以涉嫌故意伤害共同犯罪正式立案调查。是。马小强故意伤害证据确凿，马上办理刑事拘留送看守所。马金崩暂时取保候审，限制出境，随传随到。郑浩，家属不能靠近嫌疑人。儿子，别怕，你在里头好好配合，千万别乱说话。爸，他们要把我送到哪儿去啊？你就是个常规拘留，天塌不下来。爸马上回去卖房子卖地，花大价钱请省里最好的律师，一定帮你处理相关事项，维护你的合法权益。你别高兴得太早，你现在也是犯罪嫌疑人，处于取保候审阶段，再敢有任何违规操作，你的下场和他一样。赵所长，这笔账我记下了，等我儿子出来咱们慢慢算。孙广田那边我也绝不会善罢甘休。马金彪，你到现在还不死心？你要是敢再动孙广田一根汗毛，我保证让你牢底坐穿。带走！我的小强啊，你个杀千刀的马金彪，你还我儿子！要不是你出的馊主意，小强都被警察抓走吧。他要是坐了牢，我也不活了。哭哭哭，就知道哭，好丧啊！老子现在也是取保候审，随时可能进去，我也烦着呢。赵所长都说了，证据确凿，孙广田那个死泥瓦匠手里有视频，小强肯定得判刑。
孙广田不就是靠着一个破记录仪的视频吗？你只能看小强，看不见前因后果。啥前因后果？要是孙广田先动手拿铁棍打小强，小强呢就是正当防卫，最多算个互殴，关几天就能出来。可当时就他们俩，上哪儿找人证明去？没证据咱们就造证据。村东头的二狗欠我赌债一直没还，这种人只要给钱，什么瞎话都敢说。广田、美芳，你们两口子还有心思干活呢，出大事儿了！我今天早上在村头买豆腐，听见二狗喝醉了跟人吹牛，他说马金彪给了他2万块钱，让他去派出所做伪证。做伪证？做什么伪证？二狗说马金彪让他去警察局咬定，说那天晚上叶广田先使铁棍追打马小强，这叫什么互殴？谢谢您跑这一趟，您赶紧回吧，剩下的事儿我来处理。广田，咱们去找赵所长解释吧，警察万一信了咋办？空口无凭去解释没用。二狗既然收了钱，肯定会有交易记录或者留着现金。不仅要让他伪证做不成，我还要把马金彪妨害作证的罪名一起钉死。我现在就去找王书记调村口的监控，马金彪昨晚出门肯定留下了尾巴。无法无天，取保候审还敢顶风作案，这是公然挑衅法律。王书记，把这段视频拷贝给我。马金彪这是妨害作证，证据确凿。广田，你放心，我这就给赵所长打电话，我们村绝容不下这种恶霸。广田，这个监控录像来得太及时了，马金斌的行为已经涉嫌妨害作证。二狗，已经在你家搜出来了1万块现金，你现在去做伪证，那是包庇和伪证罪，要判刑的。赵所长，我全交代，是马金彪给我的钱，他让我去派出所说瞎话，说是孙广田先手拿硬质气笔打的马某某，我一时糊涂，这事儿都是马金彪指使的。马金彪，二狗已经全部交代了，钱也搜出来了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交代啥？我给他钱是还以前欠他的赌债，他去做伪证关我屁事儿。监控拍得清清楚楚，你给钱的地点和时间完全吻合，你还想狡辩？赵所长，二狗那是诬陷我，他跟孙广田一伙的，故意设刀害我，我绝对没让他做伪证。广田，技术民警查了二狗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，根本没有这1万块钱的转入记录。马金彪咬死说这1万块是他一直放在家里的现金。赵所长，二狗手里的是崭新的连号钞票，马金彪平时好赌，手机里有点钱就会去村头利民烟友店换现金。况且事儿没成，马金彪肯定不会把钱全部给二狗。钱大妈说的是2万，还有1万大概率还在马金彪家里。我怎么把这茬忘了？只要依规查到马金彪的相关转账记录，就能依法顺藤摸瓜。调监控，利民烟酒店。赵所，查到了，这是烟月店老板提供的转账记录。马金峰在案发当晚分3次扫码向店老板转账2万元，并提走了2万现金。铁证如山，看他这次还怎么狡辩。马金彪，你不是说那钱是一直放在家里的现金吗？解释一下，当晚你去烟酒店用微信套现2万块是怎么回事？我去烟酒店换点现金犯法吗？我乐意换，我留着买年货不行啊？买年货？你刚换完钱，半小时后就出现在村口塞给了二狗，你真当警察是傻子？巧合，这就是巧合。反正是二狗和孙广田合伙做假证害我，我没给钱，我没罪。你们警察还有完没完了？我家都被你们翻个底朝天了，哪来的钱？
这不是我们的钱，这是别人放这儿的。编号和烟角店提出来的现金完全一致。周喜兰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马金彪，我们在你家米缸里找到了那剩下的1万块钱现金，封条上的编号和利民烟酒店的一模一样。这应该是你答应事后给二狗的钱吧？经检察院批准，你因作假证，现在对你依法执行逮捕，签字吧。孙广田、吴美芬，你们两个下地狱的黑心货，把我男人和儿子都送进监狱，你们不得好死！孙子！李瓦江，你毁了我家，我今天跟你们拼了！周喜兰，你再往前一步试试，我这手机录着呢，你说的每句话都是证据。录像怎么了？你们把我男人和儿子送进监狱，还不让人说了？赵所长，马金兵的妻子周喜兰带凶器在我家门口闹事，人身威胁我和我爱人，我们已经录像。我们马上到。周喜兰，马金彪的案子已经移送检察院，你再敢无理取闹、寻衅滋事，今天就按规定对你采取相应管理措施。我就是来问问，我没闹事儿。请当事人孙广田准备，马上轮到你入庭进行陈述。广田，别怕，把咱们受的委屈都跟法官说清楚。广田，踏实进去，法律会给好人一个公道。咱们小黄河村的乡亲都支持你。王书记、美芳，这一天我们等得太久了，恶人必须付出代价。现在开庭，请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并出示证据。被告人马金包涉嫌故意伤害罪、妨害作证罪、投掷危险物质罪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。审判长，我北头人挖沟是为了清理自家门口积水，修建排水渠，属于邻里正常的排水纠纷，并非恶意堵路。是吗？请法庭看下一组视频证据。等明天天一黑，咱们继续去门口挖沟，把路给它断了。我看孙广田怎么出门。被告人验车的修水渠与其在视频中亲口承认的把路断了严重不符，这是有预谋的寻衅滋事。请被害人孙广田进行陈述。审判长，马金彪对我们一家的伤害是一步步升级的。他先是在路上撒铁钉，害我送孩子上学时爆胎翻车；接着他在我家菜地水井里投毒农药，想绝了我们全家的生路。他甚至雇人殴打我，再用2万元现金买通二狗作伪证。我深知底层生活不易，一再忍忍，但我身后是我的妻子和孩子。我请求法庭依法严惩，还我们一个公道。请全体起立。现在宣判。本院认为，被告人马金彪无视国家法律，多次故意挖沟堵路、寻衅滋事，破坏他人财物，数额较大，为逃避法律规调，指使他人作伪证，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、故意毁坏财物罪、妨害作证罪，数罪并罚。
判处被告人马金彪有期徒刑5年6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，责令被告人马金彪赔偿被害人孙广田及房主张老板的经济损失。判重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赔钱，别判我这么久啊！另被告人马小强因犯投放危险物质罪、故意伤害罪，案发时系未成年人，另案审理，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。小强啊，3年，他才多大呀？你们这是要逼死我们娘儿俩啊！孙广天，你这个杀千刀的，你害我男人坐牢，我和你拼了！周喜安，这里是法庭，容不得你撒野。孙广天，吴北方，你们不得好死！广天，结束了，恶人终于遭报应了。广天，美芳，法律是公正的，咱村的天亮了。王大嫂，去地里呀！快走快走，别沾了晦气，一家子劳改犯。走夜路摔死你们这帮势利金虎啊，你哥和小强都被孙广田送进监狱了，咱们马家被人欺负死了。我哥和小强进去，那是他们不懂法。金虎，你哥被判了5年多，你在省城认识人多，可得帮我们报仇啊！我查过了，孙广田家院墙边有一棵老香椿树，刚好挡住咱家主房。我国民法典规定了相邻权，你明天去镇上找法政律所的张律师，起诉孙广田，让他砍树，再赔1万块钱。哎呀，还是你有办法。孙广田，你别得意太早，今天有人来治你。周喜兰，你还想胡闹什么？我不跟你们废话。张律师，告诉他们。孙广田先生，我是马家的代理律师，你家这棵香椿树严重遮挡了马家住宅的财和通风，侵犯了相邻权。这树都长了20年了，你们以前怎么不说挡光？根据法律规定，限你们3天内砍树，并赔偿1万元损失费，否则我们法院见。不砍树不赔钱，就等着当被告吧。你敢撕律师函，你这是违法！回去告诉马金虎，马家主房的窗户是5年前私自加价的，根本没有建房规划许可证。想要跟我谈采光权，先回去把你们家违建的2楼给拆了。孙广天这个泥瓦匠，居然敢撕律师函，还拿违建威胁我。金虎哥，咱们直接找人去他工地闹事儿。找人闹事那是马金彪干的蠢事儿。孙广天不是开了个施工队吗？他最在乎的就是名声和公器。写1信，向税务局举报他偷税漏税，再向质检局举报他的不合格建材。我要让他自己停工。谁是这里的主事人？我们接到匿名举报，你们施工队涉嫌偷税漏税，同时有人举报你们使用劣质钢筋和水泥。同志，我们都是老实人，买材料都有正规发票，怎么会不合格呢？配合检查是我们的义务。美芳，去把最近3个月的账本和材料合格证拿来。账目暂时没有发现问题，但我们需要把备份带回去复核。材料抽检合格，不过根据程序，核查期间你们必须停工，等正式通知。孙师傅，我这大楼急着封顶，
你这天天被政府部门盯着查，我等不起啊！这合同还是取消吧，定金你退我一半就行。广田，这都已经是今天第2个退单的客户了。广田，你工地停工的事情，我今天早上听说了，税务和质检同时上门，这不合常理。王书记，我们施工队用的材料都是正规厂家，账目也清清楚楚。这次明显是有人在背后捅刀子，这是恶意举报，想用这种下三滥手段砸你饭碗。王书记，他们这次冲着我来，肯定还有后招。我想请您在村里帮我留心一下，看最近谁在四处活动。放心，我身为村支书，绝不容许有人破坏村里的风气。只要有异常，我第一时间通知你。广田，要是工地一直不能开工，工人们的工钱可怎么发呀？美芳，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政府会查清楚的。广田、美芳，我可算找着你们了。钱大妈，怎么了？那个周喜兰这2天不对劲儿，我昨晚路过她家墙根儿，听见她一直在接电话，对方好像是省城来的。听到说什么内容了吗？没听全，但今天一大早我就看见他鬼鬼祟祟的坐车去了镇上的律师事务所，那脸色一看就没憋好屁。省城律师事务所，看来背后出主意的人段位不低。金虎，还是你有办法。那2个执法局的一去，孙广田的工人们都吓跑了，连客户都跟他解约了。哼，这才哪儿到哪儿。孙广田这小子骨头硬，这点损失压不垮他。那咱们接下来怎么整他？孙广田家5年前办了宅基地确权，你现在就去村里放风，说他家的确权证是花钱买通了关系办下来的。这能行吗？那测绘报告可是有公章的。你就说连测绘报告也是假的，他家占了集体的地。村民最恨占公家便宜的人，只要谣言传开了，唾沫星子就能淹死他。这主意好，我这就去村头大树底下嚷嚷，看他孙广田以后怎么在村里抬头做人。我跟你们说，孙广田的宅基地证绝对是花钱买通关系办的，他家占了咱集体的地，不能吧？广田看着挺老实的，那证上还有红公章呢。公章？现在有钱啥办不来？他干工程的手里有的是钱，买个假报告容易得很。周喜兰，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！我家地基清清白白，没占集体一分地。哟，清白，你们拿得出当初的审批档案吗？拿不出来就是心虚。广田，周喜兰在村头到处传瞎话，说咱家的确权证和测绘报告是花钱买的，占了公家的地，现在村民们都在背后说闲话呢。既然他们质疑确权证和测绘报告，那我就去一趟县自然资源局，把当年的审批原件、测绘红线图全部申请信息公开。去县里，这能行吗？只要是合法合规办下来的，县里都有底。红头公章和档案比我们的嘴管用100倍。大家静一静，这是广田今天刚从县自然局拿回来的审批档案复印件。谁知道这纸是不是你们自己打印出来的？周喜兰，这上面有县自然资源局的公章，测绘红线图还有当年的审批签字。你要是再敢造谣，那就是诽谤，要负法律责任的。哎呀，真是真的，孙广田家1分地都没多占。周喜兰，你天天瞎编乱造，到底安的什么心啊？真是的。广田，坐。那张审批条贴出去，周喜兰没再闹腾吧？他暂时不敢了。不过周喜兰是个没脑子的，这次造谣的主意背后肯定有人指使。你猜的没错，我向镇上打听过了，马金彪的亲弟弟马金虎前几天从省城给周喜兰汇了一笔钱。马金虎？对，马金虎在省城混了多年，手里有些来路不明的钱。王书记，您知道他在省城做什么买卖吗？这是他公司的名字。广田，这人不好惹，你得小心点。谢谢王书记，只要他犯了法，就没有惹不起。广田，查到什么没有？这个马金虎到底是干啥的？马金虎在省城注册了一家投资咨询公司，其实就是个放高利贷的皮包公司。这上面怎么这么多投诉记录？这家公司被投诉过10多次，全都是暴力催收、非法限制人身自由。但每次警察去查，马金虎都找手底下人顶包。
因为没有直接指向他的证据，最后都结案。他这么坏，手段还这么毒，咱们能对付得了他吗？马金虎已经在暗中对付我们了，如果不把他连根拔起，咱们以后没有安宁日子了。好，光田，我信你，咱们不能被他欺负。胡哥，不好了，那个泥瓦匠宋广天这两天一直在查咱们公司的底细，好像还往省里寄了东西。一个臭抹墙的胆子不小，还想掀翻我的盘子。胡哥，要不要找几个兄弟过去，直接废了他？现在是法治社会，动刀动枪太落后。他不是喜欢走正规渠道吗？那老子就用正规渠道弄死你。去查查孙广天以前干活买材料的商铺名字，老子给他做一张5万块钱的材料款欠调，直接去法院起诉他，先封了他的银行卡。光田，出大事了！法院送传票来了，说有人起诉你。上面写啥了？咱家本本分分的，怎么还惹上官司了？马金虎找人起诉的，原告是城北建材厂，说我2年前拖欠了5万块钱的建筑材料款。5万？咱们买材料从来都是现结，什么时候欠过这么多钱？这纯粹是栽赃。这上面有你的签名，还有手印儿。广田，这要是判下来，咱们拿不出钱，是不是要被抓走？我写广子的时候，横折从来不带勾，这个签名笔迹圆滑，根本不是我写的。至于这个手印儿，也绝对对不上。伪造证据打假官司，在法律上叫虚假诉讼。马金虎以为这是省城，能由着他胡来。李律师，我要申请司法鉴定，对这张欠条上的签名和手印进行笔迹和指纹鉴定。广田，光做鉴定能行吗？万一他们还咬着不放呢2年前的10月8号，我在省城城西的工地上抹墙，这是工头给我记的工时。当天晚上，他通过银行卡给我转了工钱。我当天根本没回县城，怎么可能去城北建材厂拉材料？根据司法鉴定所的报告，起诉书附带的欠条签名非孙广田本人笔迹，指纹也与孙广田不符。法官，这是我当天的银行交易记录和工地出勤账，证明我当时在省城施工，没有在建材厂签字的可能。原告提供虚假证据，涉嫌虚假诉讼，本院依法驳回源头诉讼需求，并会将此案线索及证据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。胡哥，算算时间，那泥瓦匠的银行卡应该被法院冻结了。跟我斗，老子用法律程序玩死他！虎哥，出事了！财务刚才说，咱们公司的账户还有你个人的卡全被冻结了。说什么？200多万全冻结了，1分钱都转不出来了。银行说是配合警方办案。是马金虎吗？这里是经侦支队，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，现在依法传唤你，立刻配合调查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去把保险柜里的现金全部拿出来！孙广天，你个臭泥瓦匠，居然真把老子给告了！先生，请摘下墨镜。马金虎，走这么急，准备去哪儿啊？你们谁呀？别挡路，我赶飞机。放开我！你
你们凭什么抓我？我没犯法。凭什么？就凭你骗了老百姓200多万的血汗钱。带走。广田，电话响了，不会又是马家那边的人打电话来找麻烦吧？喂，赵所长。广田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马金虎在省城机场过安检的时候被经侦民警当场抓获了。那小子还想带着外币逃到国外去，现在人已经送进看守所了。马金虎因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，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。辛苦您了，赵所长。也谢谢警方能给我主持公道。这是我们应该做的，案子查实了，你们以后就安心过日子吧。挂了啊。广田，马金虎真的被抓了，刑事拘留，那他是不是出不来了？进去了。马金彪判了，马小强判了，现在轮到马金虎，他们一个也跑不掉。好，太好了，这下他们马家再也没人能欺负咱们了。谁想动我的家，我就让他付出100倍的代价。请证人出示相关证据。法官，这是马金虎指使周喜兰散播我家谣言的录音，还有他恶意举报施工队、伪造15万欠条的材料。法官，他血口喷人，这跟我开公司放贷没关系，他这是陷害我。被告人控制情绪。审判长，虽然这些行为不构成本案起诉的非法吸取公众存款罪，但足以证明被告人马金虎主观恶性极深，品行极其恶劣。被告人马金虎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，判处有期徒刑4年6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。孙广田，你真狠！多行不义必自毙，这是你应得的。金虎，你怎么也进来了？哥，我被判了4年半。不许私自说话！马金彪，回你的劳动岗位去。他婶子，去地里摘菜啊！快走，别跟他打成一家子坏主，真晦气。广田、美芳，忙着呢。王书记，您来了，快请坐。王书记，喝口热茶，刚沏的。我听说你们施工队最近又接了镇上2个大厂房的盖建活。对，工人们干活实诚不偷工，口碑传出去了，最近活确实挺多。王书记，您看，这是小宝昨天带回来的期末成绩单，全班第1。好，好啊！小宝这娃随广田，聪明又踏实，以后肯定有大出息。下面有请小黄坎村的孙广田上台领奖。他面对不法侵害，不私了，不妥协，用法律维护权益，被评为我县法治乡村建设先进个人。广田，好样的！快上台！广田，去吧，全县人都看着你。
1年前，有人砸我的车，往我家的水井里投毒，甚至找人打我。那时候，有人劝我算了，说我只是个干泥瓦匠的，说我斗不过那些无赖。但我今天站在这里，只想告诉大家，老实人不是软弱，是不想用拳头说话，法律才是最硬的拳头。